Hello， 大家好，感谢大家回到你宝贝指甲频道。在这个影片里面呢，我们要回到指甲基因管理系列，来谈一下你宝贝美甲创业的过程。那这支影片呢，我们要谈到了我们第二间工作室，2009年的双人工作室。我是亚瑟。我在2008年的时候和当时的女朋友 Peggy 一起创立了你宝贝指甲。这支影片来谈的呢，是在一人工作室不够用的时候呢，我们打算要开始2人工作室的时候，当时的状况。这个影片呢，我们会分为上面好几个点来跟大家解说双人工作室创立的这个详细状况。因为我讲话讲太多，所以呢，这个部分有分上下2集。那这个部分是属于下集。如果说你还没看过上集的话，可以在说明栏里面看一下上集的链接，连续看一下上集的内容哦。主题开始之前呢，要拜托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请按赞、订阅、小铃铛并且呢，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身边也想要美甲创业的朋友哦。接下来看成本结构，一个2人工作室的成本结构基本上就分为这几个。房租、水电、广告、原物料。另外呢，因为多了一个人，所以有助理的薪水的金额打在旁边。基本上呢，到了后期，我们的每个月的成本大概是在8万多元左右，而且是由2个美甲师去分担固定成本。这换句话说，一个人也是分担4万出头一点点而已。大部分的成本是没有什么提升的。那原物料成本呢，因为我们有贩售自己的产品，所以我们的原物料成本反而提升的比较多。平均成本会变低的原因呢，量大而进货成本压低，这刚刚解释过。随着我们人越来越多，我们你宝贝在后面几年还达到了供应商的等级要求，所以有了更低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在后续的几年不断的扩张规模，在控制得宜的情况之下，人越多，进货量越大，进货量越大，平均成本就越低。我们来看宣传策略，在这个时期里面慢慢摸索出了你宝贝经营的方向，所以我们就决定了要专注于处理问题指甲。也就是以指甲矫正为我们的主打。既然是以指甲矫正为主打，所以我们衍生出了第2个策略，那就是宣传活动就转为网络化了。我们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实体宣传，一切努力全部放到网络上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很认真地经营我们的官网跟各种不同的部落格。部落格不只是只有自己的部落格了，当然还有和其他的部落格的格主做一个交流跟配合。与此同时，也开始了社群网站的经营。那时候的社群网站呢，跟现在的社群网站不太一样。即使是10年前，社群网站一样是需要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和客户在网络上面互动更为频繁的时代。另外呢，各大论坛跟讨论区也放了比较多的心力在做经营上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官网跟部落格，我们大概维持1周更新1次的状态。那社群网站呢，跟论坛跟讨论区呢，我们会很积极的参与相关的讨论。如果说网友有问题想要问的时候，我们都会在1天之内立刻回答给客户，算是从实体推广的世界里面转身迈入了网络推广的时代。在宣传策略里面最大的改变当然就是扩大部落客的合作。这时候我们真的找了很多的部落客，有些部落客只写1篇文章，可是有一些部落客是跟我们长期配合的。例如说，我们可能长期配合4次或6次，然后做长期的指甲矫正。所以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呢，在网络上只要搜寻指甲矫正相关的资讯，都是我们你宝贝或是你宝贝合作的部落客写的大量的文章。但是随着前几年部落格的关闭，这些文章也慢慢的消失当中，现在应该都找不到了。取代名气越来越大，我们就出现了同业盗图盗文。同业的盗图跟盗文这一路持续到了现在还是没有停。抄袭我们内容店家呢，除了美甲竞争厂商之外，还包含上游、下游，甚至还有我们认识的美甲老师，或者是还有我们认识的美甲店。对于在网络上面盗用我们图文状况我自己抱持的态度就是我们尽力的去生产更多的内容因为毕竟可以盗你1篇，盗你2篇，可是如果我今天有100篇类似的内容的时候，你盗也盗不走。同时间我们还遇到第2个问题，那就是同行抹黑攻击。因为有了一点名声之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同行就会开始攻击你。有时候是同行明着的写文章骂你，有时候呢是同行呢刻意伪装成客户在后面写一些不好的东西。
有时候他们会用假账号，他们去注册一个新的账号，刻意给你很差的评价，在那个你的文章留言处呢刻意酸言酸语，甚至还有那个美甲老师带着他一整批的学生10几个人一起在网络上做攻击的状况。对于同行的抹黑跟攻击，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你打下来，好让他们有生意。在你宝贝角度来看呢，我们如果可以回答的时候，我们都会告诉客户我们不满意可以退费。只要这件事情能够被消费者知道，那么这些抹黑自然就没有效果了。在2009年遇到最夸张的攻击跟竞争，是我们的同行直接开在我们的隔壁，在11楼的隔壁。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好像开在你宝贝旁边就有不错的生意。在此呼吁以后想要开在我们旁边赚我们客户的同行们，我们你宝贝选开店的位置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选的。然后加上我们你宝贝的客户99%都是来自于网络，跟着我们开其实并没有好处。我们喜欢开在哪就开在哪而已啊。人事策略，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最了不起的事情是我们终于跨出了雇佣员工的第一步。这对于很多公司来说那是小事情，每天都在雇佣人，每天都在 fire 人。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小店家来说，他知道很不得了的事情呢。大多数的人都有小老板请人障碍。新手老板刚创业的时候呢，当然是一个人做，营业额够好，需要请人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担心，我今天请到一个人之后，那个人会不会学完我的东西，然后就出去开店跟我竞争？或者是把我的营业秘密都告诉别人这时候这些新手老板倾向去请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当自己的员工。可是请亲友来当员工其实会有更多的问题，像是如果您今天请的是亲戚，那么你今天在工作上遇到的争执跟纠纷，它会同时间也会衍生到你的家族内部，让会有更多的意见会来烦你。如果说你今天请的是朋友，那同样的道理，你今天跟你的朋友的员工之间的纠纷跟不满意，那也会影响到你广大的社交网络所以请身边的亲友来当员工其实不是一件好事情。其实要处理的呢，是应该是重视人事方面的制度跟管理，即使人来人走，再请一个新的工作伙伴就可以继续持续我们的经营状态。好，这才是正确的经营手法。相关的人事策略呢，我后面一样会拍片子来特别讲这一段。好啦，又到了我们结语的时候啦。在经历了这个2人工作室之后呢，我们学到了3点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适当规模，分摊降低成本。一个人工作室的时候是赔钱的，可是2人工作室的时候就赚钱了。赚钱的原因很大的部分呢，是因为我们2个人去分摊了成本。第二个学到的事情是聘用伙伴，提高工作收入。像我们一个人工作室的时候，最高营业额只有4万多，可是我们当2个人在上班的时候，最高营业额就可以到12万所以它不是4万的1倍它是4万的快3倍了。但它分工来处理，会让效率更好更棒。我们学到的第3点事情是精准行销，增加营业利润。在你经营了一阵子之后，应该就可以找出自己的定位。这时候应该把你的行销资源都集中在一个对你特别有利的地方，一来是可以增加你的营业额，二来是可以大幅降低你的宣传成本。营业额提高，宣传成本降低，那利润当然就出来啦。不管是成本也好，人事策略也好，还是行销策略也好，我们在后面呢也都会有专门的影片来讲解相关的策略方式请大家敬请期待。有关于我们这个你宝贝经营管理企业美甲创业2009年双人工作室的内容到这边就到一个段落啦。你觉得这影片不错的话，那麻烦您按赞、订阅、小铃铛并且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身边也想要开美甲店的朋友感谢大家，拜拜。刚刚讲完了看影片要订阅，订阅了没？还没有对不对？如果不订阅的话，我们就拿吸尘器对付你吸尘器赶快订阅赶快订阅